朋友们，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明明自己勤勤恳恳，拼尽全力，但生活和事业总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按住，处处碰壁，甚至还莫名破财。你可能想不到，这或许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流年的运势磁场正在悄悄影响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2026年丙午马年即将到来，这一年对于某些生肖的朋友来说，将是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一年，因为他们将要面临一个我们既熟悉又敬畏的词——犯太岁。尤其是属马、属鼠、属兔和属牛这4个生肖的朋友，2026年你们的运程将会迎来一次大考。但你先别急着划走，因为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不是宿命论的消极，而是知命改运的智慧。危机背后往往藏着转机。很多人一听到犯太岁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，其实大可不必。我们不妨把太岁想象成这一年的年度轮值 CEO， 它掌管着全年的能量场和规则。而犯太岁就相当于你的个人规划和这位 CEO 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冲突。这个冲突不是为了惩罚谁，而是宇宙能量的一种自然调整。它提醒我们，是时候该停下来，看一看脚下的路，调整一下前进的方向了。2026年值年的太岁星君是文哲大将军，并午火马年，火气极旺。那么这股强大的能量具体会如何影响到我们提到的4个生肖呢？第一位属马的朋友，本命年值太岁，坐在火山口上的一年。属马的朋友，2026年是你们的本命年，也叫值太岁。这就好比你整年都站在聚光灯下，一举一动都被放大，做得好，一鸣惊人，可一旦行差踏错，负面影响也会加倍。马本身属火，又遇上火马年，这是火上加火。所以这一年，你的情绪可能会像失控的野马，容易急躁、冲动，从而做出错误决策。事业上，你可能感觉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，付出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，身心俱疲。健康上，更要留心心脑血管和眼睛方面的问题。那么，该如何破局？关键在于一个静字。记住，越是沸腾的时候，越需要冷静。多佩戴一些银色、白色的饰品，来平衡过旺的火气。遇事请先深呼吸3次，谋定而后动。静心是你们这一年最宝贵的财富。第二位属鼠的朋友，冲太岁，仿佛逆流而上的一叶扁舟。冲意味着冲击、变动，是所有犯太岁类型里能量最激烈的一种。属鼠的朋友，你们在2026年将迎来子午相冲。生活就像一部被按下了快进键的电影，工作环境、岗位、住所，甚至是城市，都可能发生巨变。人际关系上，容易与人发生口角，引来是非。感情里更是暗流涌动，情侣、夫妻间的小矛盾可能被激化，导致关系紧张。财运上，投资要格外谨慎，谨防意外破财。如何稳住这艘船？核心是稳。水火相冲，需要调和。首先就要管住嘴，所谓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，远离纷争。其次，凡事求稳，不要冲动跳槽、投资或做任何重大决策。记住，
越是风高浪急，越要稳坐钓鱼台。第3位，属兔的朋友，破太岁，警惕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破代表着破坏和损耗，卯午相破，会让属兔的朋友在2026年经常体验到功亏一篑的无力感。眼看就要成功的项目，可能突然节外生枝，谈好的合作临门一脚却意外告吹。财运上，钱总是花得不明不白，像水龙头没拧紧，悄悄流走。感情和人际关系中，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可能撕开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。如何防微杜渐？关键在于细。破提醒我们必须注重细节，检查漏洞。工作上要多准备 B 计划，避免替人担保或随意借贷。人际交往中，多一份耐心沟通，少一分主观臆断。守住细节，就是守住你1年的成果。第4位，属牛的朋友，害太岁，小心暗箭难防的危机。害就是相害，意味着遭人陷害、暗算。丑午相害，让属牛的朋友在2026年容易遇到小人。职场上，可能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甚至抢夺你的功劳。合作中，伙伴可能貌合神离，暗中算计。这是一种明枪易躲、暗箭难防的局面，会让你感觉孤立无援。如何化解孤立？答案是和。主动走出去，多与充满正能量、正直善良的人交往，构建你自己的贵人圈。签署任何文件合同，务必逐字逐句看清楚。同时，保持低调，财不外露，财不外显，避免招人嫉妒。当你身边充满阳光时，阴暗自然无处遁形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的朋友会感到焦虑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风水学的核心智慧：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犯太岁不是给你下了一道必败的判决书，它更像一份精准的年度体检报告，提前告诉我们哪里有潜在风险，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和保养。所以，无论你是否在以上4个生肖之列，请记住3个转运的核心法则：戒骄戒躁，保持一颗平常心。运势顺时不张扬，逆境中不气馁。强大的内心是抵御一切风浪的定海神针。在犯太岁的年份，宜静不宜动，诸如创业、结婚、搬家、大额投资等重大决策，能缓则缓，三思后行。健康是1，其他都是后面的0。定期体检，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。心安则身安。当然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年初去寺庙或道观拜太岁，也是一种传统有效的获得心灵慰藉和正面引导的方式。记住，命运的罗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了解流年运势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束手就擒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趋吉避凶，化被动为主动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